在我們對世界幾乎所有的理解背後，其實都藏着一個我們很少懷疑的假設。這個假設太自然了，自然到我們每天都靠它生活，卻幾乎從來沒有停下來問一句：它真的對嗎？我們相信，一個東西就是一個東西，一張桌子就是桌子，一只杯子就是杯子。你看不看它，它都应該安安靜靜地放在那裡。我們也相信，事物之間如果要互相影響，就必須透過某種方式傳遞訊息。聲音從嘴巴傳到耳朵，光線從太陽傳到地球。一個物體推動另一個物體，中間總要有接觸，有距離，有時間。而且，沒有任何訊息能夠比光更快。這就是我們對現實最基本的直覺。世界是分開的，距離是真實的，物體有自己的邊界。原因在前，結果在後。如果你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理論上，你就能推算未來會發生什麼。幾百年來，這不只是普通人的常識，也是整個經典物理學的根基。從牛頓開始，宇宙就像一台龐大、精準、安靜運轉的機器。每一顆行星有軌道，每一個物體有位置，每一個速度都可以計算，每一個結果都像鐘錶裡的齒輪一樣，一步接着一步往前推進。在這樣的宇宙裡，現實是穩定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萬物雖然複雜，但只要我們掌握足夠多的資訊，答案遲早會浮出水面。可是，20世紀的物理學突然把這個看似堅固的世界撕開了一道裂縫，而且那道裂縫一開始看起來非常小，它不是出現在行星軌道上，不是出現在高山大海裡，也不是出現在我們肉眼能看到的日常世界中，它出現在電子、光子這些小到不可思議的微觀粒子身上。科學家发現，這些粒子並不像我們熟悉的石頭、子彈或小球那樣行動，它們不是沿着清楚的路線前進，它們也不是一直保持某個固定狀態。更奇怪的是，在你真正測量它們之前，它們似乎不是已經有一個答案，只是你還不知道。它们更像是同時懸在一堆可能性之中。這種狀態就叫做疊加態。聽起來很抽象，我們換個日常比喻，如果你丟一枚硬幣，然後用手蓋住它，在你打開之前，你可能不知道它是正面還是反面。但在經典世界裡，我們會說，結果其實早就決定了，只是你還沒看見。可是量子力學說的不是這個意思。量子力學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在於，在測量之前，粒子並不是已經決定，只是你不知道，而是它真的還沒有落到某個單一結果上。它不是正面，也不是反面，它是所有可能性，以一種數學上可以描述，但直覺上幾乎無法想象的方式同時存在。到這裡，事情已經很奇怪了。但坦白說，這還不是最可怕的部分。真正讓物理學家頭皮發麻的，是當兩個量子粒子相遇、互動，甚至共同形成一個系統之後，接下來發生的事。在某些條件下，兩個粒子不再像兩個獨立的小東西，它們會變成一個共同系統的一部分。不管它們之後被分開多遠，它們的狀態仍然像被某種看不見的方式綁在一起。這就是量子糾纏。請注意，這裡的綁在一起不是用繩子綁住，也不是用訊號連線，它更像是兩個粒子原本看起來分開了，可是在更深的層面上，它們仍然屬於同一個整體。物理学用一個叫做聯合波函數的數學工具描述這個整體系統。這個波函數不只是描述第一個粒子，也不只是描述第二個粒子，它描述的是兩個粒子所有可能結果之間的共同關係。這一刻，我們熟悉的現實邏輯
開始真正崩塌。很多人第一次聽到量子糾纏，會想到一個很常見的比喻：一雙手套。假設你把一隻手套放進盒子，寄到世界另一端，另一隻手套留在自己身邊。當你打開自己的盒子，看到裡面是左手套，你立刻就知道，遠方那個盒子裡一定是右手套。這看起來像是一種瞬間知道，但其實一點也不神秘，因為兩隻手套從一開始就已經決定好了。你只是打開盒子，得知一個早已存在的事實。可是量子糾纏不是這樣，在量子糾纏裡，粒子不像手套那樣早就貼好左或右的標籤，在測量之前，它們並沒有一個隱藏在盒子裡的固定答案，它們處在共同的疊加狀態中。那個結果不是被藏起來，而是真的尚未定型。可是，當你測量其中一個粒子，另一個粒子的狀態也會立刻與它對應起來。比如，你測到第一個粒子自旋向上，那麼另一個粒子就會呈現相對應的狀態。而且，不管它們相隔1公尺、1公里，甚至理論上相隔整個星系，這種關聯都會立刻成立。問題來了，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是不是第一個粒子偷偷發了一個訊號，告訴第二個粒子，我這邊測到向上了，你那邊趕快變成相反狀態？如果是這樣，那個訊號就必須跑得比光還快。可這會直接挑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但如果沒有訊號，那他們又是如何保持這種完美關聯的？這就是量子糾纏真正震撼人的地方。它不是单純說微觀世界很奇怪，它是在說我們以為世界是由一個个獨立物體組成的，這個想法可能從根本上就不完整。愛因斯坦非常不喜歡這件事，他不是不懂量子力學，相反，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量子力學的說法正確，那麼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就要付出多麼巨大的代價。他把這種現象稱為詭異的遠距離作用。這不是一句浪漫的形容，這是一句批評。在愛因斯坦看來，真正的現實不應該是這樣。物體應該有自己的屬性，一個粒子應該在你測量之前就已經是某種狀態。兩個相隔遙遠的東西不應該在沒有訊號傳遞的情況下立刻產生聯繫。如果量子力學真的允許這件事，那不是宇宙太神秘，而是理論還不完整。也就是說，一定有什麼東西被我們漏掉了。這個漏掉的東西後來被稱為隱變數。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粒子身上預先寫好的指令，它們看似隨機，只是因為我們還不知道內部的規則。它們看似瞬間關聯，只是因為它們早在分開之前就已經帶着配對好的答案。如果隱變數存在，那麼世界就還能回到我們熟悉的樣子，宇宙仍然是局部的，現實仍然是客觀的，粒子仍然有預先存在的屬性，我們只是暫时還沒看見背後那份更深的說明書。這樣的想法讓人安心。可是，科學最精彩也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裡。一個讓人安心的想法，不代表它就是真的。到了1964年，一位愛爾蘭物理學家約翰·貝爾做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他把這場看似哲學上的爭論變成了一個可以實驗檢驗的問題。貝爾發現，如果愛因斯坦是對的，如果粒子真的帶着某種局部隱變數，那麼兩個糾纏粒子之間的關聯強度就不可能超過某個統計極限。這個極限就是後來著名的貝爾不等式。換句話說，如果宇宙真的像經典直覺所說的那樣運作，實驗結果就必須落在這個範圍之內。可是量子力學預測，糾纏粒子的關聯會突破這個範圍。這一下，問題變得非常清楚。不是誰講的更有道理，不是誰的哲學更優雅，
不是愛因斯坦和波爾誰比較會辯論，只要做實驗，就能看見宇宙站在哪一邊。從1970年代開始，一系列實驗陸續展開。這些實驗非常困難，因為他們必須精準製造糾纏粒子，精準測量它們，還要排除各種可能的漏洞。但結果一次又一次指向同一件事：貝爾不等式被違反了，而且不是偶然違反，不是一次、2次、3次。隨着技術越來越進步，實驗設計越來越嚴密，那個結果仍然站得住。局部隐變數沒有留下足夠的生存空間。這意味着什麼？它意味着粒子不是事先藏好了答案，它們不是帶着預先設定的指令，只是等着我們去揭開。但它們之間的關聯卻確實強到超出經典世界所能允許的範圍。於是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非常難接受的結論：宇宙在最深层可能是非局域的。這裡一定要說清楚，非局域性不等於我們可以用量子糾纏傳送超光速訊息。很多人會誤會，既然2個粒子可以瞬間關聯，那是不是代表未来可以用它來做超光速通訊？答案是不行，因為測量結果本身是隨機的。你不能命令第一个粒子变成向上，也不能选择它一定变成向下，你只能测量，然後看到結果。既然你不能控制結果，你就不能把它當成訊息傳出去。這就是量子糾纏最詭異的平衡。宇宙允許跨越距離的完美關聯，卻不允許我們用這種關聯傳遞可控訊息。它好像在說，你可以看見更深層的連接，但你不能把它變成普通的電報。它挑戰空間的直覺，卻又守住因果律的底線。這一點非常不直觀，因為在日常生活裡，如果2件事有關聯，我們總想找到中間的機制。誰影響了誰？訊號怎麼傳？力量從哪裡來？中間發生了什麼？可是量子糾纏逼我們重新問一個更深的問題：也許我們一開始就不該把它們看成2個完全分離的東西。如果2個粒子糾纏在一起，它們看起來在2個地方，但從量子系統的角度來看，它們可能不是2個獨立物體，它們是一個系統，以2個部分的形式呈現。這就像我們平常看到海浪，會說這一朵浪，那一朵浪。可是從海本身來看，它們都只是同一片海面上的不同形狀。量子糾纏也許不是2個東西隔空互相影響，它更像是同一個更深層的整體，在不同位置顯露出相互關聯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它如此顛覆。它不是單純增加一個新現象，它是在改寫我們對物體的定義。在經典物理學中，物體是第一位的，先有物體，再有物體之間的關係。可是到了量子世界，關係反而變得更根本。系統作為整體存在，而我們所說的粒子，有時候只是這個整體在某種測量方式下呈現出來的局部表現。這個轉變非常細微，但影響極大，因為它意味着整體不只是部分的相加。在經典世界裡，我們習慣把東西拆開來理解。一台機器太複雜，拆成齒輪、軸承、螺絲；一個系統太難，分成小部分，一個一個研究。這種方法在很多地方非常有效。現代科技、工程、醫學，很大一部分都靠這種拆解能力建立起來。可是量子糾纏告訴我們，有些資訊只存在於整體關係之中。你把系統拆開，反而會失去最關鍵的東西。你可能完全知道一個糾纏系統的整體狀態，卻仍然無法單獨描述其中每一個粒子的確定狀態。這不是知識不夠，這是現實本身的結構就是如此。這讓人非常不安，因為人類大腦最擅長的就是畫邊界。這是杯子，那是桌子，這是我，那是世界。
這裡發生的事，除非有某個明確原因，否則不該立刻影響到遙遠的地方。我們靠這些邊界理解生活，也靠這些邊界獲得安全感。可是量子糾纏說，在最底層，邊界可能不是宇宙的基本設定，它更像是一種在大尺度上才出現的近似。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的分離可能是高層次的表面效果，而在更深的量子层面，宇宙更像是一张不断变化的關係網。每一個物體，每一个粒子，每一次相互作用，都不是完全孤立的存在。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如果量子世界這麼奇怪，為什麼我們的日常生活看起來這麼正常？為什麼桌子沒有同時在這裡又在那裡？為什麼杯子不會在被看見之前同時碎掉又磨碎？為什麼我們看到的世界仍然穩定、連續、可預測？答案藏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裡：退相干。退相干可以把它理解為量子特性的擴散與模糊。一個微小的量子系統，如果被小心隔離，就可能保持清晰的疊加與糾纏狀態。但現實世界不是安靜的真空，它充滿空氣分子、熱輻射、光子、電磁雜訊，還有無數看不見的相互作用。一個量子系統只要接觸環境，它的量子資訊就會迅速向外擴散。原本清晰的疊加狀態會和周圍環境糾纏在一起，它不是突然消失，更準確地說，它是被分散到太多地方，複雜到我們再也無法追蹤。你可以想象，你在一間擠滿人的房間裡，想聽清楚朋友在你耳邊說的一句悄悄話，那句話不是不存在，聲波仍然在空氣中，可是它被人聲、腳步聲、背景音樂淹沒了。量子世界也是如此，疊加與糾纏不是罕見現象，恰恰相反，它們可能無處不在。真正罕見的是，讓一個量子系統保持足夠孤立，使那些細微的量子關聯能夠被我們清楚看見。這就是為什麼量子糾纏通常出現在高度控制的實驗室中。科學家必須把系統隔離起來，降低環境干擾，像保護一根極細的蛛絲那樣，保護那份脆弱的量子關聯。一旦它和外界接觸太多，那些量子特徵就會迅速被環境吞沒，最後在大尺度上呈現為我們熟悉的經典世界。也就是說，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穩定現實，不是量子世界的反面，它更像是量子世界在巨大尺度、無數互動、無數平均之後浮現出來的一個表面版本。古典世界不是錯的，它只是有限，它在我們生活的尺度上非常有效。它可以讓我們建造橋樑、發射火箭、預測日食、設計機器，但它不是現實的最底層。它像一張清晰的地圖，可以讓我們在城市裡行走。可是，如果你用它去看原子深處，就會發現，那張地圖沒有畫出真正的地底結構。量子糾纏最深的震撼，不在於它能帶來什麼技術，當然，它確實正在推動量子計算、量子通訊、量子加密等新科技。但真正更大的震撼是，它迫使我們重新理解本身。過去，我們以為理解世界，就是把複雜的東西拆成簡單的部分，拆到最後，找到最小零件，一切就清楚了。可是量子糾纏提醒我們，有些真相不能被這樣拆開。因為最關鍵的資訊不在零件本身，而在零件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說，有些狀態在被測量之前，甚至不能用我們日常語言裡那種固定屬性來描述。這不是因為我們笨，也不是因為儀器不夠好，而是因為現實在那個層級本來就不是用我們的直覺語法寫成的。人類大腦是為了生存演化出來的，它擅長判斷距離、速度、方向、危險。它擅長在森林裡找食物，在黑暗中辨認影子，在社會中理解別人的表情。
但它不是為了直接理解量子波函數而演化的。所以，當我們面對量子糾纏時，直覺不只是幫不上忙，有時還會誤導我們。我們總想把粒子想成小球，總想象它們之間有某種秘密訊號，總想把測量看成打開盒子，只是揭露一個早已存在的答案。可是量子力學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這些圖像都太經典了，它們有用，但不夠深。真正的量子現實更像是一套關於可能性、關係、測量與整體結構的規則。它可以被數學精準描述，它可以被實驗反覆驗證，它甚至是人類歷史上預測最成功的理論之一。但它不一定能被我們完整想象成一幅日常畫面。這對很多人來說是最難接受的地方，因為我們習慣相信，只要真正理解一件事，腦中就應該能浮現清楚圖像。可是到了量子世界，理解可能不再意味着看見一幅圖，理解可能意味着接受一個無法完全视觉化，卻能準確描述現實的結構。這也改變了我們對確定性的期待。在經典物理學中，如果你知道一個系統的初始條件，知道它遵循的規律，你就能預測它的未來。不確定，只是因為資訊不完整。可是量子力學說，即使你知道波函數的全部資訊，你也只能預測幾率。單次測量的結果，不是被你的無知遮住，而是從根本上就不是經典意義上的預定答案。知識不再是絕对的，它變成統計性的、關係性的、幾率性的。這不是科學的失敗，恰恰相反，這是科學逼近現實時不得不承認的一件事。宇宙沒有義務按照人類覺得舒服的方式運作，它不需要符合我們的常識，不需要照顧我們的想象，也不需要讓最深層的真相看起來像我們日常生活的放大版。從牛頓到愛因斯坦，再到量子力學，物理學一次又一次把人類從宇宙中心往外推。我們曾以為地球是中心，後來發現地球只是繞着太陽轉的一顆行星。我們曾以為時間是絕对的，後來相對論告訴我們，時間會被速度與重力改變。我们曾以為物體是獨立的，位置是清楚的，屬性是固定的。而量子糾纏又告訴我們，也許在最深層，分離不是絕对的，位置不是最根本的，屬性也不是在測量之前就完整存在的。這不是說我們的世界是幻覺，杯子仍然會掉到地上，桌子仍然能承受重量，太陽明天仍然會升起。但這些穩定的日常現象，可能只是更深層現實在宏觀尺度上的表現。就像海面看起來平靜，但海水分子其實一直在剧烈運動。就像熒幕上看起来是一張完整影像，但背後其實是無數像素與訊號不斷更新。我們所謂的現實，也許就是量子世界在我們尺度上呈現出的穩定影像，而量子糾纏就像是在那張影像的邊緣露出了一條縫。透過那條縫，我們第一次看見底層的宇宙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連續、更關聯，也更難用普通語言描述。所以量子糾纏真正打破的不是現實本身，它打破的是我們對現實的舊模型。它提醒我們，我們習以為常的世界圖像只是人類在特定尺度上建立起来的理解方式。它很有用，很可靠，也足夠支撐我們的日常生活，但它不是全部。當我们越往微觀深處走，越接近宇宙運作的底層邏輯，現實就越不像我們平常感覺到的樣子。它不再像一台由零件組成的機器，更像一張由關係編織而成的網。它不再把所有答案提前寫好，而是在相互作用與測量中，讓可能性變成具體結果。它不再把分離當成絕對真理，而是讓遠方的粒子在某種更深層的結構中仍然保持不可思議的關聯。
這就是量子糾纏最讓人震撼的地方。它不是一句玄妙的科學名詞，它是一面鏡子。它照出的不是宇宙出了問題，而是我們用来理解宇宙的直觉。一開始就只適合描述表面世界。在那個更深的層面裡，現實不是由孤立的東西構成，而是由關係、幾率、測量與整體結構交織而成。我們每天看到的穩定世界並沒有被否定，它只是被放在了一個更大的圖景之中。而这個圖景告訴我們，所謂現實也許從來就不是一座由固體磚塊堆成的建築，它更像一片看不見的海。我們以為自己看見的是浪花，是一個個分開的物體，但在更深處，它們可能一直屬於同一片水域。這也是為什麼量子糾纏至今仍然令人着迷，因為它不只改變物理學，它還改變了我們追問世界的方式。以前我們問這個東西是什麼，現在我們也許必須問它和什麼發生關係，在什麼條件下被測量，它屬於哪一個更大的系統，我們所看到的結果又是從哪些尚未定型的可能性中浮現出來的。這些問題不一定讓世界变得更簡單，但它們讓世界变得更真實。因為真正的科學不是把宇宙硬塞進我們熟悉的想象裡，真正的科学是當宇宙展現出陌生的一面時，我們仍然願意跟上它，承認自己的直覺有限，承認現實比想象更深。量子糾纏並沒有摧毀現實，它只是揭開了一層幕布，讓我們看見我們称為現實的東西很可能只是更深層結構浮现到表面的版本，而真正的宇宙也許從來不是一堆彼此分離的物体，它更像一個整體，一個巨大、細密、無聲運作的關係系統。我們站在其中，以為自己看見了全部，但量子糾纏告訴我們，你看到的只是表面，在表面之下，現實還有另一種更深、更奇異，也更令人敬畏的樣子。